嘿，大家伙儿早喽！4月27号星期四了，这时间过得真快。昨天下了一天雨，今天气温就降了一些。听说北京也挺冷的这两天。今天是按照最后一个训练日安排，然后明天休息一天，并且呢，今天回去开始准备，开始录制昨天和前天预告的这一系列。其实我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就我录这些节目，主要就是咱们一起聊聊天儿。说实话，有的时候做一些记录，能让自己的心态变好，也就仅此而已，还是承蒙各位的关照。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有好多小伙伴问，好奇为什么带两块表。其实不光是表，好多小外设我都错过很多，当然都是出于自己喜欢，并且想折腾。今天就说说这些各种配搭和设备的缺点怎么样？今天跑得短，我合上相机让它充一会儿电，然后一会儿咱们抓紧聊。今天说哪3套呢？先说手表，我们以手表来划分啊，佳明、高驰和苹果。外接的设备呢是 Stride 和 Polar 的心率带、臂带，还有胸带，还有佳明的心率带，虽然我很多年没用了。就说缺点啊，先说苹果。苹果其实缺点显而易见，就是自带的运动的软件功能有限。虽然它这一代扩充了不少，但是呢，那个算法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并不认为现在人类的手段可以完美的解决，就是万事设备能够记录特别好的所谓的跑步的动态数据。而且呢，它自己的那个应用，除了外接的心率带，其他的设备都不支持，不能支持 Stride。如果用 Stride 呢，就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是用它Stride 自己的官方的 APP， 另外一个选择就是第三方，比方说像 WOD， 或者是像 iSmooth Run 这种。用它自己的软件，缺点是不允许通过 GPS 获得距离和配速，必须100%依赖脚上的 Stride。第2个缺点是，官方的 APP 对系统的健康集成的不好，就是能写入的数据太少。WOD 也有缺点，在用第1代的 Stride 的时候还好。第2代的时候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2代的 Stride 会产生一些噪音数据，就比方说触地时间或者是垂直振幅这种，它会某一个点这个数据是异常的大。但是呢，我发现官方的 APP， 佳明的手表和高驰的手表都没事儿，所以说明呢是有一个软件层面的解决的办法，就是看到不合理的就丢弃掉。这个作者也是这个思路，正在处理。第2个问题呢是新一代的 Stride 多出来的数据它不支持，这一点目前第3方支持的应该我知道的只有佳明，除了官方自己的以外。另外的缺点就是苹果这一套成本不低，如果你不是蜂窝数据版本的普通的 Apple Watch， 它的 GPS 也是怎么说呢，捉襟见肘吧。这后边说别的手表咱们再说。然后咱们说佳明，佳明的缺点是
首先，2系列的还好，9系列的还是太沉了，就是它的佩戴舒适度一般，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在之前我也没有发生过，它在用我现在用的这款心率带、这个 B 带，还有 Stride 的时候，如果通过 ANT 加协议连接，是会出现闪断的情况，或者断一段时间的情况，并且呢，它没有做重连以后的处理，就是你在数据里看到的断的那一块就是空白的，而且出现的频率不固定，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是之前我说过，把心率带换成蓝牙连接会稳定很多。但是呢，我又发现一个 bug， 这应该是软件问题，就是一旦我的这块佳明的 Forerunner 955通过蓝牙连接了这个心率带，那么它的 ANT 加协议连接最新一代 Stride 就会更加不稳定，甚至连不上。这个出现也不是100%，但是很大几率，不明原因。如果用他自己的心率带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也有缺点。他自己的心率带虽然可以提供跑步动态数据，但是仅限于他自己的生态里。当然这也不能算是完全是缺点，毕竟人家自己的东西。然后说说高驰，高驰在连接 Stride 的方面，我认为比佳明好。佳明我再补充一个缺点，就是它是蓝牙和 ANT 双协议，所以一个 Stride 连上会显示出4个设备。为什么是4个呢？有2个计步器，2个功率计，其中的一个是蓝牙的，一个是 ANT 的。他把 Stride 分成了2个设备，这个大家骑自行车有的时候用功率计什么的也是这样，它会识别成一个踏频，一个功率，对吧？各司其职，这个操作上不是很友好。Stride 在连接高驰没有这方面问题，但是高驰也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还是这款心率带。当然了，这个可以互相说是对方的问题，这都没有问题。因为高驰的小伙伴也跟我说是有很多人反馈连接一些这些心率带的时候会有闪断的情况，但是我还没有测试用 Apex 2用蓝牙协议去连接，我还没测试。我只是用 Pace 2用 ANT 加协议去连接，也是会有闪断的情况。大家可以去翻我之前发的东京马拉松的我的数据，你们看到心率有的时候就一块就没有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个缺点是，我觉得是城市路跑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双频的 GPS， 当然是因为它推出的太早了。我说的是 Pace 2啊，所以 GPS 这个事儿在城市里还是很关键的。像我现在跑这种地儿没事儿，或者像波士顿马拉松那个赛道完全没事儿。但是其实不是很多人都有这种开阔的条件，大部分我们生活在城市里，所以还是我的一个核心观点：如果您现在买运动手表，双频的 GPS 可能是一个刚需。除非就是您像我一样用 Stride 获得配度距离，不介意那轨迹，那考虑性价比也可以的，或者考虑重量。还有一个可能不算是缺点的缺点，就是我不太喜欢旋钮的表冠。这也不光高驰，苹果也是，就觉得操作不是那么的直接。
容易误触。但是呢，你要是想不误触，比方说2个办法。我那天看那个博主 Ben is running， 他把手表反戴，然后再设置成反向的手，等于表冠冲着自己的手的那个方向，就不会被袖子呀或者臂套所影响。但是冬天会被手套影响，因为我苹果这边一直是那个方向。但是你要是用那个运动锁，就是你要长按3秒再解锁，那个训练没问题，但是比赛的时候真着急，因为你又想过终点马上停表，你又不想错过冲刺拍到好看的照片，就特别尴尬。所以现在其实是没有一套很完美的方案的，相对完美的方案其实很贵。就现在我用的这套方案是 Apple Watch Ultra 连接 Paula 的臂带，再连接 Stride， 这一套上万了，真的很贵。然后最后说说胸带、心率带，就戴在胸口的那种的优势是很准，因为它跟做心电图差不多的原理，但是缺点是会被静电干扰，而且不舒适，这是很明显的缺点。有时候到冬天它会莫名其妙有那么一段时间非常不准，尤其是穿那种就是摩擦起静电比较厉害的皮肤衣的时候。所以从上一个冬天，或者说从去年夏训结束的时候，我就不用了。我家里有好多心率带，佳明的就有3、4条，还有专门游泳的，还有一个 Paula 的 H9。我不太会卖二手的东西，比较尴尬。我其实在这些方面挺笨的，就不是一个太会社会生活的人，还是期待这些设备能越做越好，对吧？我有时候吐槽也是希望这些东西越做越好，因为毕竟人生苦短，是不是？谁都想早点享受好的东西。这像有老师说，你说这古代当皇上有什么劲？也没有空调，也没有冰箱，对不对？现在随便一人过得比他好。4月27号星期四清晨6点17训练结束啊。今天跑得特别短，可以算是晨跑结束吧，不能叫训练。10公里，平均配速4分45，心率143，功率212，步频196，跑了47分钟，还行。还是累，主要是睡不好，这个时差太厉害了。昨天比前天强点，睡了5个多小时，凌晨1点多就起来了，在那儿坐着，看电视。好多去波士顿的博主都发出片子了，那个 Ben is running PB 了，那个天气那个条件 PB 了224，然后他也发了片子，并且这次他有一个跟拍的小团队。我就想说，这种生意会不会将来是个生意呢？就像婚庆的那个拍摄一样，像以前结婚什么的婚礼也没有专门的拍摄团队，自己家里人照照相，是不是？然后现在就有了，而且变成了一个叫什么所谓的必需品。那这事儿其实我觉得也挺有意思，比方说出国参赛或者在哪儿参赛，就算在家乡参赛吧，在那儿见面，一个2个人的拍摄团队去到那儿跟你会合，然后从博览会到赛前的各种准备，衣食住行什么的，甚至到比赛的路上，因为大部分比赛不像波士顿那种就是可以赶场的，比方说在10公里看到你，然后再开上车绕路到20公里等等，这意思。整个给你拍下来这一系列的，帮你做成一个类似纪录片那种，我觉得这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坦白说，除了人工成本，现在其实拍摄成本和剪辑成本都比以前要低得多了。现在设备越来越好，然后后期剪辑越来越容易，对吧？现在是内容为主的一个时代，我真觉得这可能是个产业，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感兴趣啊？反正我挺感兴趣的。我老觉得生命中得留下点什么，就像我跑步数据都记在一起是一样的。行吧，今天跟大家闲聊2句，说说这些东西的设备。现在就是你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数据都是他记的，因为这个我导出会相对方便一些。然后呢，其他的像佳明那个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佳明那个数据没有放在屏幕上呢？是因为它那个功率数据解析出来解析不到这个 Stride 的。虽然在他自己的平台上能看到，在 Stride 的 Power Center 也能看到，但是
解析不出来那个解析软件的解析软件的局限性吧。行，那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不知道周末有多少场比赛，所有参赛的小伙伴注意安全，然后平安顺利，好吗？咱们加油干！明天我的休息日了，然后咱们回头再见。